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，欢迎回到志奇77，每天给你观点多元的时事分析。那如果你不想错过各种时事和生活议题讨论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接下来就让图文不符用7分多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性单恋吧。你知道吗？有一种人不能被别人喜欢，只要他们发现喜欢的对象也喜欢自己的时候呢，就会因为觉得对方很讨厌而逃走。那这群人呢，有个专有的名称叫做性单恋者。你之前有听说过这个族群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吗？首先，就让我们来先听听性单恋者的故事吧。网络上呢，有一个女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，她说她在高中的时候呢，非常喜欢班上的一个男生，从高1喜欢到高3，所有暗恋别人的心情呢，她都体会过。这个男生开心，她就跟着开心；这个男生难过，她也就跟着难过。一直以来呢，他们只维持着朋友的关系但不知不觉，这个男生好像终于也开始有点喜欢上她了。本来感情变得更加亲密，应该要像是美梦成真一样，但是当那个男生真的跟她告白的那一瞬间呢，她就突然觉得，所有的感觉都不对了。自从知道对方是用一种喜欢的眼光在看自己之后呢，本来的好感就渐渐的被一种奇怪的厌恶感给盖过去。他说他永远都要记得告白的隔天，他还看见那个男生走进教室呢，只是很平常的做了一个抓头发的动作，他就突然觉得好反感，甚至到了恶心的地步。而且不只是心理上面的恶心就连身体都有点受到影响。他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，但又真的没有办法在这种状态下面跟那个男生在一起，所以呢，他先是对那个男生冷淡了1周，然后就提分手了。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解释这个状况呢，所以他也只能够说服自己，可能只是没有遇到够喜欢的人而已。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大学同样的状况又发生了不止一次。每次喜欢的对象也反过来喜欢他的时候呢，讨厌的感觉就会突然出现，而到了最后，他总是会成为马上甩掉对方的人。这其实呢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性单恋者的故事。那这边我们先问一下大家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个烂人，得到了就不珍惜，真的是很渣。很正常，那些被性单恋者甩掉的人也都这么觉得。不过觉得生气的不只是你，其实性单恋者自己也是一样的。不论是用这种糟糕的方式对待别人，还是没有办法控制那种被喜欢之后讨厌、恶心的感觉，又或者是明明喜欢的心情是很真实的，但最后却因为莫名的讨厌而伤害对方，还在分开之后呢，觉得松了一口气，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生气的原因。他们怕喜欢的人喜欢自己，也怕别人觉得这样很过分，因为总是陷入一样的循环里面，很多人到最后都觉得干脆一辈子单身算了。这些气氛夹杂了自责、难过、困惑，还有很多的无奈。那说起来，性单恋者的心情呢，其实和被他们甩掉的人很类似。不管你是觉得他们活该，还是单纯对这样的心态感到好奇，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性单恋的这种状况吧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，有些人会用依附理论中的逃避依附倾向来解释性单恋的成因。这两个名词呢，对大家来说可能有点陌生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简单的解释一下。所谓的依附理论是一种用来解释一个人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的方法。那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呢，是心理学家约翰鲍比。他认为每个人在婴儿时期与妈妈的关系呢，会塑造出他对自己还有对世界的看法，并且变成他以后跟别人互动的基本模式。而所谓的依附呢，意思是当我们还无法独立的时候，需要依赖身边的照顾者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需求通常都没有办法得到回应，而且身边的人对他的状况既不敏感也不支持，那么他就会渐渐的去回避依赖其他人，形成刚刚说到的逃避依附倾向。那这种倾向的人呢，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容易怀疑自己不值得被爱，而且也觉得其他人不值得信赖。因为担心自己受伤，所以通常呢不会跟其他人建立太过亲密的情感连接，也会选择不开始建立一段关系。对一些性单恋者来说，这有可能呢就是他们会下意识的讨厌喜欢自己的人的原因。比如说，原本觉得自己喜欢的人很有价值，但当对方反过来喜欢自己这种人的时候呢，那种价值感就莫名其妙的降低了。又或者是呢，他们会担心对方喜欢自己之后，会发现自己不好的真面目，所以充满了抗拒。因为他们对自我还有他人都抱持着负面的想法，所以被喜欢呢，反而变成一件无法承受的事情，并且用反感恶心的形式来出现。但是当然，逃避依附呢，只是其中一种解释性单恋的方式，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。只不过因为依附理论呢有很完整的系统性，所以就变成了一种最常见的说法。像有些性单恋者就自认为平常算是有自信又开朗的人，只有在面对感情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样子的感受。
那或许这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无性恋一样，还需要有更多人的经验分享啊，跟讨论，才能有更多元、更深入的了解。所以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也曾经有类似的经验的话，欢迎待会儿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哦。话说回来，虽然恋爱是性单恋者人生中最大的难关之一，但也还是有成功的案例。根据一名网友的分享呢，他觉得自己能克服讨厌的感觉，顺利跟男友交往的原因呢，除了他自己先决定要踏出尝试的第一步之外呢，更是因为男友愿意给他时间跟空间。不管是交往前还是交往后，男友都会顾虑到他的状况，有耐心的慢慢来，也会一直透露出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空间哦的想法。那这种奠基在彼此互相知道对方的状况，也愿意彼此尊重的做法，反而让性单恋者有机会整理自己的心态，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关系中。那当然，一个成功的案例并不代表可以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。我们今天呢，也只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性单恋者在感情中的各种面貌，来让大家尽量有比较全面一点点的了解。那跟无性恋比起来哦，因为性单恋者很容易伤到别人，所以真的有勇气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的人更少。那每一篇性单恋的文章底下呢，总是会出现那种觉得他们只是在帮自己找借口的留言，而这或许也无形中加深了性单恋者们对自己的负面观感。我们虽然不能叫大家不要那样想，但还是希望大家对陌生的群体呢，除了用直觉判断之外，也可以对他们有更真实的理解，然后更谨慎的去详述。那这说起来啦，其实也是我们七七心理学这个系列的初衷。那就像之前说过的一样，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多多认识这些分类啊跟名词，并且找到自我认同，让自己的心里更踏实。但是我们同时也想呼吁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让这些认同变成逃避责任的借口。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呢，就有看到一个疑似负面的案例。有人分享说呢，他自己的对象自称呢是一个性单恋者，对于别人的爱会觉得很反感、很有压力，所以即使他们实际上已经像情侣一样在相处呢，双方也有发生关系，但用的却还是朋友的名义。那这个故事招来了很多网友的批评哦，觉得他只是被渣男骗了还不知道。我们是觉得每个人在感情中呢都有可以接受跟不能接受的事情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一样才正常。但是呢，在一起毕竟是关系到两个人的事，除了关系到自己的难处之外呢，也应该要尊重对方，替对方着想。那如果真的想要拥有一段良好的关系，好好认识自己跟学习怎么为彼此负责，其实是一样重要的事情哦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你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，或者是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议题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性单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无性恋的爱情观，以及更多的七七心理学系列。然后当然也别忘 logo 订阅我频道。那么今天的这期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明晚再见喽，拜拜。